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疼痛时，总是会习惯性的去打针吃药。其实，在我们的身体里有一些天然的止痛开关，可以帮我们及时止住身体某些部位突发的疼痛。今天，小关就来告诉你这些开关在哪里吧。1. 落枕脖子疼。吹空调或者开窗睡觉的时候，不小心脖子受了寒，第二天起来脖子就会落枕，脖子僵硬疼痛难忍，不能扭头低头。开关在哪儿？后溪穴，掐按小指根。这个时候你可以掐按你的小指指根下方内侧和外侧的凹陷处，可以以指甲用力掐按，但是注意不要掐破了。左边脖子疼，就掐按右侧的小指指根，右边疼掐按左侧的。掐按的同时慢慢的活动颈部，有利于快速缓解落枕。2. 腰扭伤疼痛。剧烈运动时、搬东西时，甚至跟人说话猛地扭身的时候，都有可能造成腰扭伤，尤其是长时间伏案工作、较少运动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，更容易出现闪腰等情况。开关在哪儿？攒竹穴，点按两眉头。这个时候可以点按两个眉头处的凹陷，以指甲垂直点按两个眉头，同时慢慢的活动腰部，一般点按一次就会获得明显的好转，可以一天点按2到3次。3. 剧烈头痛。受风感冒而突发剧烈头痛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掐按手腕处的凹陷处。开关在哪儿？列缺穴，掐按桡骨茎突。在我们平常看中医号脉的地方有一块高起的小骨头，这个就是桡骨茎突。当剧烈头痛的时候，可以用指甲点按桡骨茎突下的凹陷，力度要有疼痛酸胀的感觉，维持点按3分钟左右，可以有效的缓解头痛。4. 胃痛。因为吃了冷饮、吹了冷风、吃得不恰当等引起胃痛的时候，可以掐按大腿外侧。开关在哪儿？足三里穴，掐按大腿。掐按点在膝盖向上4指宽的位置，可以用手指或者用梳子背、笔尖等寻找这个位置最痛的点，找到后用力按压，力度以有酸痛感为宜。维持这个力度3分钟左右，可以快速的缓解胃痛。也可以用手指适当用力拍打此处，直至出现红色的沙点，同样可以起效。5. 牙疼。民间有句俗话叫做牙疼不是病，疼起来要人命。牙齿部位的疼痛有可能是牙齿本身的问题，也有可能是神经性的疼痛。牙齿本身的问题，我们要尽快寻求牙医的帮助，而如果不是牙齿本身的器质性病变，我们就可以掐按虎口来快速止痛。开关在哪儿？合谷穴，掐按虎口。指尖要对准虎口部位肌肉隆起的最高点下手，而且要从侧面对着骨头垂直用力掐按，维持力度3分钟左右，可以有效的缓解牙疼。6. 胸痛。很多有心脏病的人在激动、寒冷、饮酒、吃得太饱的时候，有可能会造成心脏病发作，而出现心前区疼痛不适。开关在哪儿？极泉穴，抠腋窝。用手指插入左侧的腋窝中，适当用力的抠按腋窝中，可以有效的快速缓解心痛，可用于心脏病的临时急救。7. 抽筋腿疼。很多人都有过腿抽筋剧烈疼痛的经历，抽筋发生的时候怎样急救呢？开关在哪儿？承山穴，点按人字沟。揉按位于小腿肚子正中点1分钟左右，即可有效缓解抽筋疼痛。8. 痛经。很多女性都怕大姨妈来的那几天，因为到了那几天，小腹和后腰就会没着没落的疼痛，甚至有人疼的只能躺着。开关在哪儿？太冲穴，掐足背。可以通过点按足背来缓解疼痛，具体位置是大脚趾和2脚趾之间，可以用指尖垂直点按这个位置3分钟，然后再换另一侧继续点按3分钟，就可以有效的缓解小腹部和后腰疼痛的感觉。9.
足跟痛。穿了一天高跟鞋，到了晚上足踝肿胀，足跟痛是很多人的困扰。开关在哪儿？全髎穴，点按面颊，脸部正中位置，颧骨下面的凹陷处，以笔头或者牙签钝的一头垂直点按此处，力度以有酸胀感为宜，维持3分钟，然后再点按另一侧，可以有效地缓解足跟痛。10. 肩膀疼。由于长期使用电脑或者经常抱孩子，而导致肩膀疼痛，甚至成了冻结肩，肩关节的活动大大受限。我们可以点按小腿外侧靠近膝关节的一个止痛点。开关在哪儿？阳陵泉穴，掐膝盖下面。这个位置在膝关节下方，你能摸到一个凸起的骨头，就是它下面的凹陷处。如果左侧肩膀痛，我们可以用力掐按右侧的小腿，右肩痛掐左侧小腿，直至有酸胀感，维持3分钟，同时慢慢活动疼痛的肩关节，可以有效的止痛，同时扩大肩关节的活动度。短暂突发性疼痛可以按摩身体的止痛开关缓解，但如果是长期慢性疼痛，就要仰仗我们的祖传药方了。止痛妙方其实很简单，2味药，叫做芍药甘草汤，出自张仲景《伤寒论》。芍药性酸，酸味入肝；甘草性甘，甘味入脾。因而这味芍药甘草汤被誉为止痛的良药，并且一点都不苦口。继仲景后，历代医家验证本方的疗效的记载实不鲜见。后世医家根据仲景的治疗范围，可谓发挥到了极致，临床可用于很多有拘急疼痛症状的疾病，常有速效。小小药方，仅仅2味药，功力竟能如此之大，足见仲景对方药运用的娴熟和精湛。有的疾病在此方基础上加几味药，连患者都感觉方子太小，怀疑其疗效。然而一经服用，却常常起到4两拔千斤的功效。接下来我们看看此药方在各种疼痛上的运用。1. 三叉神经痛。郑氏家传方记载，顽固头痛不愈，比如三叉神经痛，用白芍60克、甘草10克、川芎20克、白芷10克，通常是7剂而愈。一名高中生考试后头痛一直消除不了，好像头上戴了一个紧箍咒，稍微多想一下，疲劳一下或者动一下气，头部立刻痛得难以忍受。止痛片尝试过了，没有持久的效果。医院说是三叉神经痛，用此药方5剂，一剂比一剂头痛放松了，觉得整个人睡眠质量特别好。2. 颈椎病。郑氏家传方记载，用白芍60克、炙甘草30克、葛根60克，能够缓颈肩部的拘急疼痛。别小看这3味药，它是历代前贤总结的精华，基本上能够通治所有颈椎僵硬拘紧，是放松颈部经脉的特效3药。一快递员劳累过度后，颈部疼得不得了，拔罐按摩，还吃着一些止痛的药，虽然没办法缓解，时常痛得彻夜难眠，一剂觉得颈部一下子放松了，吃完5剂，睡眠质量一下提高，疲劳消失。3. 肩周炎。医方妙用记载，用芍药60克、炙甘草30克、味灵仙15克、羌活5克，可治疗肩周痹痛。一老干部，他50岁的时候肩就很痛，晚上睡觉经常痛得睡不着，严重的时候这个手都举不起来。医院说这是50肩肩周炎。老干部吃了不少活血化瘀的药，但是这些疗法都是短期疗效尚可，但没办法持久。老干部拿着药回去吃第1剂就有感觉，肩松，人很开心。吃完10剂药，肩周痹痛彻底消除，大半年都没有发作过。4. 胃脘痛。孟氏医案记载，皇宫贵族经常有山珍海味可以吃，饮食非常丰富，容易暴饮暴食。他们吃撑肚子痛胀后，通常用白芍40克、炙甘草20克、圆胡索10克。过完年，一小娃子吃了很多零食，隔3、2天肚子就痛，吃点肚子痛的药减轻，可没几天又发作，如此反反复复大半个月，
孩子痛得捂着肚子，脸色都发青。吃了第1剂药，疼痛就消失，连服5剂药，肚子痛再没有出现过。5. 冠心病。详本医案记载，冠心病、心绞痛、心悸心慌的，用白芍30克、赤芍30克、炙甘草10克、丹参20克，能够缓急止痛，再加丹参、琥珀，常常能够1剂之2剂愈，但要配合扩胸运动。一老人从工厂退休后，经常胸闷，严重的时候嘴唇都痛得煞白，医院检查说是冠心病，吃了半年多的药都没好，吃完10剂药，胸闷痹痛、短气之感彻底消失。6. 脚后跟痛、骨质增生。凡气血通不到的地方，那地方就会长病痛，所谓骨质增生，就像机器上面长的锈迹一样，你不运动把它除掉，它就堵在那里，使你功能作废。剪刀有了锈迹就不灵活了，人体骨头里长了骨垢，功能就会障碍。详本医案记载，老年骨质增生疼痛，用赤芍、白芍各30克，炙甘草6克，骨碎补30克，威灵仙10克，能够活血祛瘀，缓急止痛。一老人脚跟子痛，医院拍片说骨质增生，治了大半年还没好，老人家吃了1剂，脚跟骨不痛了，连吃10剂，疼痛消除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